相亲现场又来了一波狗血哈！39岁的男士跟36岁的女士相亲，在咖啡馆里，男士开门见山问女士啊，买房了没有？女士说没有啊。又问女士买车了没有？女士说还是没有。然后呢，他又瞪大了眼睛问哈，那你有存款吗？女士说也没有。男士马上说，不好意思啊，那咱俩觉得不太合适，看在媒人是我二姨的份上啊，咱俩坐会儿啊就离开吧。女士这会儿憋了一肚子气不爽哈，说我就不明白了哈，你一个大男人来相亲，跟我这儿问这问那的，算怎么回事呀？难不成你还想跟我一个女的这儿蹭吃蹭喝吗？你的条件是比我好点，但是我是个女人好吗？女人嘛，嫁汉穿衣吃饭呀，你懂不懂啊？你凭什么这么硬气？然后男士就说哈，你今年都36岁了，工作也做了10几年了，每个月的工资吃光花光用光，就没有想过自己买房买车，也没有想过要存钱，而且你没有存款，你有安全感吗？你想的就是以后嫁个老公呗，能拿到一笔彩礼，然后呢就让老公买房买车，对吧？你书虽然读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个思想还在旧社会嘛？都什么年代了哈，早就已经提倡男女平等了，好不好？你就看看啊，我读书的时候你也在读书，对不对？我工作的时候你也在工作，我赚钱的时候呢你也在赚钱，甚至你可能赚的比我还多呢。以前女孩子啊连驾照都不会有，那现在呢不但能开滴滴，还能开动车，还能开飞机，甚至都可以做宇航员哈，开着火箭遨游太空。那国外都有女总统了呀，既然都这么平等了，那你凭什么还让我一个人去买房买车呢？所以你就是一个索取型的嘛，只想拎包入住嘛，那我还有必要跟你谈下去吗？这女的马上就接过来说哈，那我是女的，我要生孩子呀，男女能真正平等吗？都说啊，女人生孩子就跑了一趟鬼门关，难道你们男的就不应该给我们一些补偿吗？这个男的说哈，别，我可不一定想要生孩子啊，你要知道你生的是孩子啊，不是生的我，对不对？你生谁你找谁补偿啊？我又不指望他给我养老。目前啊，我看到的大部分啊是养儿啃老，以后啊孩子长大了，他自己要是赚到钱，他能好好补偿你，好好孝顺你。你看哈，你生孩子承担的是生育的痛苦，我生孩子是承担的养育的恩德，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好好孝顺咱俩就完事儿了啊。我报答你干嘛呀？我补偿你干嘛呀？我要补偿的话，我补偿我妈不好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男的哈，真是能白活。不过你们觉得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现在我就分享几点给你们哈，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在婚姻的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个女人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就来分一杯羹；当你的事业失败的时候呢，她很有可能就跟你离婚了，分走你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一个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面对这种女人哈，给你人生雪上加霜，没有人受得了的。其实呢，判断这一点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你要破产了。如果她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的女人，那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掉她的时间的，这种女人坚决不能要的。第二种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她永远不会去跟你沟通的，总是让你猜。这种女人真的特别累哈，你就想一想啊，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她就算是跟你结了婚，也会动不动拿离婚威胁你的。你就要不断的用挽留来证明你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哈，只要你们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啊，然后呢把男人的耐心都磨光耗尽，你们的感情也就磨完了啊，完蛋了就。第三种女人呢，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她特别的情绪化，一句话说不对就翻脸了，那翻脸比翻速度快，上一秒她可能还兴高采烈的，结果下一秒呢就可以跟你干仗了。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是得顺着她，让着她，一切都要以她为中心，那才叫男人，那才叫爱她。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呢，你就等着哈，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吧，弄不好呢1哭2闹3上吊。如果你们还有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第四种呢，公主病哈，现在太多这样的女生了，哪怕到了40岁，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她啊，一切都得围着她转才行。她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除此之外哈，
还得会干家务，会哄她。人家只能做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妇，一个男人娶了她呀，那就是娶了个祖宗回家，你得伺候好啊，动不动就是那句话，我得给你生孩子，你不得对我好点吗？你要跟他结了婚那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就看看这几点绝对不耽误你完美避雷，认可的给个小红心再走吧。33岁算不算大龄剩女呢？当然算你也别不服气。你说你学历高，你想找个学历高的男生应该不过分。你说你长得漂亮，那找个男生就得长得帅这个是不是也不过分？你说你的收入高有房有车，那找个同样收入也高有房有车的男生是不是也没有毛病？对不起有毛病。这个就是你为什么成了大龄剩女的原因，因为你既要又要还要，综合条件这样好的男生，他缺女孩子嫁吗？他能找你33岁的，也能找一个23岁的，那人家为啥要找你呀？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姑娘人家就能嫁得很好吗？因为人家懂得取舍。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挑男人的时候只挑一两样。比如说有的姑娘她就想找个有钱的，那她就只挑有钱的，至于说这个男人的身高长相学历婚况年龄她就完全可以不去看的。还有就是有的女孩子她就喜欢学历高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的学历高，其他的情况她就可以不太考虑了。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原生家庭不怎么样身高长相也不怎么样有没有钱也不太在意的还有的女孩子呢只喜欢那种脾气好性格好的然后呢那这个男孩子有没有钱身高长相她也可以不在意的。还有的女孩就不喜欢长得帅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他足够帅，其他的短板他也是可以无限度的去包容的。所以呢人家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像咱们这种什么身高长相学历年龄包括这个物质要求精神需求样样都要的，那真的就有点难了再加上你已经33岁了，那基本上你不降低要求，这个是很难嫁出去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咱们到评论区八卦。我跟奶茶妹妹比差哪儿了呢？这是一个99年的小姑奶奶怼我的话真的挺有意思的。她吧说实话，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就仗着自己上了个好学校读书读的比较多，父母呢是企业里的高管。我就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这种自信。就连她妈妈都说我家姑娘找对象必须得找个好的，资产高的，综合条件都得过关，不然不嫁也罢。我们家条件又不差养得起她。就你们听一听这样的家长也真是自信过头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把奶茶妹妹的履历好好看过呀？跟人家能比什么呢？比长相比颜值吗？人家可是差点就可以去做女一号的角色了好吗？你能不能呢？你跟人家比家境吗？人家自己家里已经资产过亿了，父亲是集团公司的总裁，你怎么比你跟人家比学历吗？人家奶茶妹妹可是保送的清华，你呢？你是吗？你跟人家比收入吗？章泽天现在身价1000亿，你说你跟他比差哪儿了？你自己说你跟人家比差哪儿了呢？算了没有被现实毒打过的人我懒得说这不前几天我就让他去参加了一次我们的高端相亲局，基本上呢都是高资产高学历人群。这个就是想让他去看一看那里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女孩在跟他竞争。人家不论是长相身材学历还是家境都远远超越他。原本以为他去了之后呢，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之后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一点点的醒悟。结果让我很意外，人家去了这样的局，并没有什么领悟仍然非常自信的跟我说，老师，这么多男生我一个也没看上就有一位还可以。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小姑奶奶到底看上谁了？结果我一看那是一位连续创业从未失败过的精英人士，全球著名院校排前几名的高材生。关键是人家不但多金还长得帅。得我看这又是一个大龄剩女的坯子。大家觉得她这么扰能嫁得出去吗？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38岁的已婚男士跟我说起了一段他的往事。33岁那一年呢，他跟一个女同学在同学会上重逢了。早年读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关系特别的好，于是他们现在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原本来说呢，这样的关系应该是恋爱谈得很顺利才对。可是呢，跟这个女生谈了1年多哈，她自己真正的体会到了跟大龄女生谈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她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生哈，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啊！如果你跟我分手了，我分分钟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有的是人追我，想嫁随时都能嫁。以前那些追我的人条件好得不得了，我不是也没同意吗？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等等之类的话啊。她还特别爱提及她的前任啊，说人家多么多么优秀哈。我觉得吧，她的这些话哈，大部分都是在自我安慰。其次呢，就是她的消费哈，我真的是也接不住啊。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这就不像一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因为她有一点积蓄嘛，动不动就跟我来一句，哎呀，我花自己的钱啊，想干嘛就干嘛嘛，你管得着吗？实际上呢，我们出去约会什么的，她就没有掏过1次钱，天天的非常的虚荣，求婚必须去希腊拍婚纱照呢必须去南非度蜜月呢一定要到北欧。我跟他解释嘛，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非常忙，他听不进去，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哈，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是违背他的意愿那就是不爱他或者是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情来证明过你爱我呢？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了。还有她的那一群少女闺蜜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呢就说她们不想将就就说呢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那人家那些结婚早的就是将就的，就是不优秀的我就不知道她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很优秀呢？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好一点就是优秀吗？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完全活在偶像剧里还特别的双标。整天呢就标榜他们经济有多独立，生活有多么没有负担但是呢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我承担也行，但是你能不能做点家务呢？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呢？他说他不想当保姆他做不到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他就要男女平等一说到出钱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只要发生了矛盾就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是一样的，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呢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他答应我的事儿呢十有八九是可以做不到的但是我答应他的事儿一件也不能变卦我不相信他未来真的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是一个好母亲。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孩子都3岁了，我过得很幸福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这种大龄剩女是不是全都这样有没有例外的呢？咱到评论区讨论讨论。40岁的女人找对象要看眼缘这个到底行不行得通呢？王女士呢是单身10年了她说年轻的时候呢谈过几段恋爱，那几个男朋友长得都特别帅所以呢后来她找对象就特别喜欢找帅的、气质好的。但是过了30岁之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很有眼缘的男性追求她了。这次她来我这里呢说的特别的诚恳说自己84年的，今年都40岁了，是真的想结婚了想有个稳定的家了，不想再挑了，眼缘呢只要过得去就行。于是呢我们就给她介绍了一位相貌中等的男士，长相就属于不丑也不帅的正常的那种，年龄比她大3岁，在城里呢有车有房，对她的情况呢也挺满意的。可是2个人见面的时候王女士就看了这个男士一眼就一眼，之后就再也没有抬过头了眼睛一直就盯着自己的手机看，问一句答一句的聊着。大概过了20多分钟见面终于进行不下去了，在男士的极度尴尬中结束了后来我反馈嘛，说这个男士身高还不到1.7米，自己如果穿个小高跟鞋恐怕都比他看着要高了，身高太不搭了然后呢长相来说是不算丑，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长相也不是他能看得惯的那种。哎呀，我看眼瞅着这位刘女士基本上又要绕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可是没辙呀。于是呢我们又给她找了一位身高1.78米，长相很周正还很有衣品的男士，是一位非常有气质的画家。这回王女士觉得特别满意，于是呢跟对方见面也做了精心的打扮。这一回这个相亲气氛就特别的好，2个人在日料店谈得特别的开心。这一回呢刘女士就跟我反馈自己觉得非常满意她还很自信的跟我说感觉这位男士对她呢应该也是挺满意的。于是呢我就跟这位男士去沟通了嘛，结果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这位男士并没有看上她。那男士拒绝她的理由是他觉得聊天过程当中呢感觉她还是个小女生的心态
跟他40岁的年纪是极不相符的。那找老婆呢，还是想找一个心智成熟的女性。那大家觉得哈，刘女士这种女人算是肤浅的吗？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大龄优质男人在择偶方面就是永远都没有尴尬期吗？不是的，王总今年47了哈，没有结过婚，自有公司，资产也是一个小目标以上的。按说呀，他很好找对象了吧？可是呢，从事实来看，好像也未必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哈，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选择，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想结婚啊。可是现在他年龄大了，父母呢也老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家了，并且要尽快生孩子了。可是呢，当他正经想找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却发现哈，现在的年轻漂亮的女人爱钱的非常多，也很容易找，但是呢，从他们的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点的爱的痕迹，基本上呢都不是真心的，更多呢都是套路。他说哈，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都是想着法儿啊从他那儿搞钱的，还有呢花着他的钱还给他戴绿帽子的。如果找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呢，40来岁的哈，可能呢真的能爱上他，但是他自己对老女人又不来电。于是他说哈，这可能就是因果轮回哈，报应了。年轻的时候呢，辜负了太多的女孩了，现在呢，也轮到别人来辜负他了，有意思了吧？啊，所以当一个优质男人过了45岁以后啊，优质男人他的这个择偶峰值啊，就开始断崖式的下滑。如果过了50岁啊，基本上就为零了。可能有些人听我这么说哈，不服气。你想反驳我，可以到评论区说道，但是你且听我把话说完哈。有句话说嘛，男人至死是少年，所以他们永远喜欢那些18岁年轻漂亮的女人。当他们自身很优秀的时候呢，40岁之前基本上可以任意挑选女人，也可以得到很多女人真心的爱慕。但是当他们过了45岁以后啊，可能除了他手里那几个钱还能吸引小女孩之外，不得不承认，在年轻漂亮女人眼里，你已经老了。生理上的吸引它是不会有了的。你们服不服气呢？来，咱们可以到评论区啊喷两句。农村大龄剩男的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呢？现在农村啊出现了大量的未婚男青年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居然有人建议开放国际婚姻，让国内的男青年啊娶俄罗斯、越南、巴基斯坦柬埔寨的媳妇儿。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啊，网上立马就炸开了锅。有男网友表示越南媳妇儿是特别勤快的，不用买房买车，确实很适合过日子。农村的彩礼、房子、车子随随便便一算都需要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那这个婚啊，农村男青年他实在是结不起的，所以只能把目光转向了国外的女子。可很多的女网友呢，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外国女子语言文化都不通，娶回来呢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的。男性同胞不能只看成本而是要看看合不合适。双方呢就各抒己见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但是国内男性大量外娶已经成为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了。这个数据是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公布的一组数据男性外娶已经大大的高于了女生外嫁的数量。造成这个局面的最终原因还是因为国内高昂的结婚成本造成的。外国媳妇儿呢又以越南、柬埔寨、缅甸那边的为主。来中国之后我们的一个普普通通家庭在他们眼里那都是十分富裕的，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嫁到中国来哪怕就是嫁到农村也可以。越南在今年居然还正式将汉语纳入到了学校的必修课，以后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将会越来越多，这样沟通障碍自然就消失了更加有利于跨国婚姻了，对吧？所以说外娶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势所趋了，这个就是文化交流和经济环境整体格局决定的，并不取决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人群的个人意志。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善于对比的。既然国内的人家娶不起，那可不就找国外的了吗？问问我们的男粉丝们，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最近呢，我跟一个95后聊天，真的非常意外。这个年轻人颠覆了我的一些认知。我们谈到房子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买房呢？他问我为什么要买房呢？然后我又问他，那不买房你怎么结婚呢？他又问我为什么要结婚呢？当我问他不生孩子怎么办的时候，他居然反问我为什么要生孩子呢？这个回答可真的把我给惊呆了。这个时候我就感到真的挺震撼的。于是我又问他，那将来你老了，身边没有亲人陪伴，会很孤独的，那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更让我意外。他说
买房、结婚、生个小孩就能让我长生不老吗？他说啊，你错了，生孩子只会让他继承我的焦虑和贫穷，变得烦恼不断，这种痛苦我一个人承受就足够了，何必还要烧伤我的孩子呢？这话听起来好像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啊。他说啊，养儿防老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并不能保证老了以后就不孤独。那我又问他，如果没有孩子，人类怎么保证延续呢？他说像他这样的穷人来这个世界不就是凑数的吗？就算生了孩子也只会延续焦虑和贫穷，所以不生反而是对孩子负责任。他还说啊，尽管我的经济状况很差，但至少我没有犯罪，这已经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了，所以也就别让我的孩子来这个世界添乱了。他还说啊，我不是消极，只是呢看透了而已，我自己既来之则安之，我还年轻嘛，可以继续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把自己管好，不给别人添乱添堵啊，我就满足了。说实话啊，这个聊天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收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注定了要走不同的路，但并不代表其中哪一条就是错的。买房、结婚、生娃也不一定是每一个人必须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权利啊，并且有这个自由。关于他的这些说法呀，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呢。